老人将儿子按在地上给大家磕头，儿子不愿拼命挣扎，两人扭打在一起。围观的村民们静静地站着，没人出声，也没人劝架。最后，儿子捂着受伤的耳朵愤而离去。老人跪在村民们面前红着眼道歉，头磕在黄土地上砰砰作响。故事要从上世纪90年代说起，那是一个坐落在群山之中的封闭村落，在利益的驱使下，人血走私生意泛滥，组织大家卖血的人被称为血头。血头为了节约成本，给村民们共用针头，因此艾滋病也悄无声息地闯入了这个偏僻的山村。村民们将它称之为热病。感染了这热病，人命就像秋日的树叶，说落就落了。村里的血头名叫赵其全，靠着组织大家卖血富了起来。赵其全的父亲是位老师，大家都叫他老猪猪。老猪猪为人敦厚，养出的儿子却做下这样丧尽天良的事，实在让他无颜面对父老乡亲。后来热病泛滥，人命像麦子一样被一茬一茬收割，小小的村子怨气冲天，赵其全自然就成了大家发泄怨气的报复对象。他们毒死了他家的鸡和狗，就连赵其全的儿子小新也没能幸免。报应还没完，老猪猪的二儿子赵得意也意外染上了热病，大儿子的罪孽报应到了小孙子和二儿子身上。老猪猪便想着赎罪，料理了孙子的后事。他将患了热病受到歧视的村民们集中在空置的小学统一照顾。赵得意也告别了妻子郝燕，和老猪猪一起搬到了学校。临别前，他吩咐郝燕每天都来看看自己。学校成了众人的新家，陆陆续续有患病的村民搬来。老猪猪的侄子小海也将自己得了热病的妻子晴晴送到了学校。郝燕回了娘家，已经好几天没来看过赵得意。那时候热病没有什么特效药，得了就是要命的绝症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日子过一天算一天，多活一天都是赚了。这学校的病人们也大多都被亲人抛弃，因为这病会传染，只传染这2个字足以让所有人敬而远之。这天，晴晴发现来时穿的那件红绸袄丢了，老猪猪将大家聚在一起，都是熟人也不说什么搜查不搜查了，只要今晚将袄子还回来放到院里，这件事就这么过去。入夜，赵得意爬上平房屋顶，想看看是谁偷了袄子。晴晴也是这样的想法，两人便闲聊起来。赵得意的热病是自己找的，赵其全从来不准家里人卖血，赵得意就偷偷跑到隔壁村去卖，结果自不必说，晴晴是为了一瓶电视上的洗发水，卖了1次血就中标。赵得意患病的这1年间，妻子郝燕手都不肯让他摸一下。小海也在得知晴晴患病时狠狠揍了他，还放话以后死了都不和他埋一起。两人同病相怜，赵得意的心思活络起来，他想和晴晴好，没等晴晴点头就对他上下其手。这天晚上，偷袄子的贼两人都没等到。翌日，村长4轮急吼吼地闯进老猪猪房间，嘴里骂骂咧咧地说简直无法无天了，自己记了20几年事的红本本丢了。为了这一事，老猪猪又将众人聚在一起。赵得意大声说拼着得罪人也要搜查每个人，于是几人开始在屋里翻找，结果不仅从村民大哥大那儿搜出了袄子，还发现负责做饭的粮房婶偷了灶房的大米。粮房婶抱着米哭天抢地，说自己整日洗锅做饭收拾灶台，任劳任怨没要过大家1分钱，一个个没良心的还搜到了他身上。事情就这样过去了，4轮的红本本还是没找到，他魔怔般整日念叨着，等终于找到的时候，4轮也去往了另一个世界。过年这天，赵得意和老猪猪回了家，赵其全抱回1台大电视，还给老猪猪带了1瓶好酒。鞭炮声似乎让一家人稍稍放下了心里的芥蒂。年后不久，大家还留在村子里，太阳好的时候聚在一起闲话家常。路过的卖豆腐大婶绕着他们走，一个小伙子经过时夹在耳后的烟掉在了地上，赵得意捡起来递给他，小伙子连连后退，接着便快速跑开了。他们看向众人的目光是不加掩饰的嫌恶，众人都沉默起来，日头也不暖和了。赵得意觉得还不如住在学校。晴晴想着自己的病，怕是活不过今年了。赵得意表示只要晴晴肯嫁，他就敢娶。大家还是回了学校。赵其全送来几袋白面，还在院墙外写了卖棺材的广告。这帮人的钱全都被他一个人赚了，不管生前死后。赵得意和晴晴的私情败露，被锁在杂物间。小海骂骂咧咧将晴晴带了回去。最先发现2人苟且的是黄鼠狼和瘸丝，杂物间的锁也是他们上的。这2人早就不怀好意，他们威胁老猪猪交出学校的管事权，不然就将这件事告诉郝燕。得了权的黄鼠狼和瘸丝开始作威作福，制定规矩，还将学校里的东西悉数搬走，连黑板都没留下。老猪猪拦着大门不让走，瘸丝直接将他开除，还指责老猪猪养的儿子一个害人性命，一个跟别人的老婆胡搞，根本不配管学校。听到这话，老猪猪像只斗败的公鸡，耷拉着脑袋无言以对。无人垂怜的死亡孤岛，病患们在时日无多的生命里，仍被心中贪欲驱使着勾心斗角，所有人都被笼罩在无望之中。晴晴和赵得意的事情还是传到了郝燕的耳朵里，她也借此理直气壮地搬回了娘家。这件事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晴晴则被小海赶回了娘家。学校散了，只剩老猪猪一个人守着。赵其全当噱头，倒卖棺木，能赚钱的生意他都做，荷包鼓起来准备搬到县城去。老猪猪是他亲爹，他总会给他养老送终的。老疙瘩敲开了老猪猪的门，
和他说自己不是诚心要偷晴晴的红绸袄子，当年家里一贫如洗，他结婚前就许了老婆一个红袄子，结果半截入土都没能兑现。老朱朱闻言走了10几里路，从晴晴那儿讨回了袄子。老疙瘩最后看了一眼穿着红袄子的媳妇，就永远的睡了过去。两家都在准备着离婚，赵德义和晴晴索性各自离家，住到了村边一个石头屋子里。短暂的快乐让两人忘记了对死亡的恐惧，多活一天都是赚的。赵德义不在乎别人怎么看，将流氓脾性发挥到了极致，骂走了晴晴的前婆婆，一张嘴对起人来厉害得很。近来赵德义总是梦到自己去世10几年的娘，他说睡觉冷，喊赵德义过去给他捂捂脚，这似乎不是个好兆头。赵德义也肉眼可见的憔悴了不少。翌日，一支丧葬队从房门前经过，时常拿着一个破喇叭的大嘴跟在最后，怀里抱着一袋米。晴晴叫住大嘴，大嘴说梁房婶走了，跟那只偷吃他家大米的花脸猪生气走了。大嘴的破喇叭没电了，他自己也快没电了。那是晴晴最后一次见大嘴，不久后他也离开了。得了热病的人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，也不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。生命一点一点流逝，晴晴和赵德义成为彼此的精神寄托。他们打算结婚，堂堂正正的成个家，一起走过剩下的路，到最后埋在一起。赵德义和郝燕离了婚，请自己老爹去找小海说相。小海已经打算再婚，但他不想轻易放过二人，和老朱朱提条件，只要立个字据，等赵德义去世后把他那间院房留给自己，他立马就和晴晴离婚成全两人。赵德义没有犹豫，写下一份遗嘱扔给了小海。两人搬进了许久未住人的院房，将屋里院外打扫得干干净净。结婚证托了赵其全去帮忙领，多活一天就要有多活一天的意义。立秋了，晴晴病倒了，她虚弱地躺在床上，和赵德义说自己不想穿寿衣，想要穿红裙子，再买一件素色的换着穿。赵德义不愿往那儿想，拗不过答应了下来，心里却比碗里的汤要还苦几分。晴晴闹脾气说赵德义就是想等他死了再去找郝燕。赵德义说那他今天就去死，从抽屉里翻出麻绳要上吊。晴晴也站上板凳准备和他一起死，赵德义却突然笑了，嘴里念叨着多活一天是一天，然后把晴晴也抱了下来。赵其全将结婚证扔给赵德义，恶狠狠地咒骂他怎么还不去死。晴晴闻声跑了出来，捡起地上的结婚证，脸上全是笑意。第二天，晴晴给自己打扮了一番，穿着红裙子和赵德义挨家挨户的发喜糖，告诉他们两人结婚了，还把结婚证拿给所有人看。喜糖发到了黄鼠狼家，他眼下黑青佝偻着背，显然是时日无多。晴晴很感谢他当时的那把锁，往他院子里扔了很多喜糖。当夜，赵德义就发了病，浑身烫得像着火一样，骨头缝里都透着疼。他坐立难安，哭喊着。晴晴轻声哄着他平静下来，然后一盆一盆的换着凉水给赵德义降温。赵德义还是烧得难受，晴晴就在冷水里把自己泡得像块冰，回屋紧紧抱住赵德义，如此反复直到赵德义睡着。翌日清晨，赵德义醒了过来，他伸出手招呼着晴晴，平日里晴晴都会过来回握他，这次屋子里却安静的落针可闻。赵德义伸出去的手在空中无处着落。晴晴死了，他死在了赵德义前头。这一次，赵德义不说多活一天是一天了，他短暂可悲的幸福到头了。赵德义拿着刀砍向大腿，血流了一地，就是这血害得他们如此。到了另一边，赵德义和晴晴还是一家，还有小新、老疙瘩、梁房婶和大嘴他们，大家还是和以前一样的日子，只是没有了病痛，也没有穷苦，人人都过着天堂般的日子。最后，任何解说都无法代替原片，好作品值得您完整体验。